江南古城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特征，房间都特别的狭小昏暗，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房子变得明亮起来，把这个老城的景色能够吸引到这个建筑的内部来。我们在一个200米的空间重新建造的一个现代建筑，可以有一种园林式的生活方式。这个就是处在绍兴的最核心的区域，旁边其实都是历史文化保护街区，张岱的故居就在这个旁边。是2019年老裘买了这块地，也找了一些朋友一起来帮他出一些主意，然后我也画了几张草图，很吸引他，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，就做了这个房子。他的工作室和一个小的休息空间，从设计到完工快3年。它的这个东面就是这个城市的内河，然后西面呢是一条小路，只有2米宽。这个围墙和这个大门都做得特别的低调，路过也可能根本不会发现。一般用于室外的青石板也铺到了这个门厅里面。左手边是厨房，拐一个弯就会有一个突然放大的客厅。1楼到2楼通高，面宽是6.6米，一大一小的2个开间，有一个河景朝东的很好的一个面。然后它的南边和北边其实都贴着邻居家的房子，南边的一个阳光可以引入到建筑的最重要的客厅里面，光斑从墙上到地上再到消失不见，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精神性在里面。顺着这个楼梯往上走，每一个转折都能够看到外面的古城区，窗的大小以及位置其实都做过非常精确的调整，不宜紧抑。2楼是一个书房，3楼的话是一个休息空间。到达最上面能够看到标志性的釜山，以及非常开放的老城区的一个屋顶。在不同的高度增加几个室内的庭院，上面的阳光和这个空气可以带到比较封闭的底层的空间里面来。在上下的一个过程当中，视线上又是贯通的，给人以一种游园的感觉。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用最朴素的原始的材料来创造这个空间。所有的这个柜子、这些书架都是用旧木市场淘回来的老松木制作的。这个从上到下的书架有4.5米高，同时也起到了一种扶住老墙的一个结构性的作用。清水混凝土也是一个非常裸露的材料，每一块木板上面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。包括地面的60块钱1平方的这个红钢砖，工人师傅还一直在直摇头，就说我们怎么选择用这么廉价的一个材料。对水乡来说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水，小桥流水的这些景观又全都反射在这些窗户和玻璃上。我是一个苏州人，在美国的时候做过很多的超高层，美式的生活、法式的生活，或者是断舍离的日本式的生活，跟我们真正的传统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完全脱节的。2011年回到国内，就是我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生长的土壤吧。记忆当中的这种传统的中国式的生活方式，一进一进的院子，然后明的暗的明的暗的，可以感受到1年当中4季的变化。在非常狭窄的古城的这个肌理里面，通过我们当代的一个设计手法，可能这就是这个房子最大的价值。